GT Cut 3是我在2023年最喜欢的篮球鞋，甚至没有之一。出色的跑跳感受以及拔群的鞋脚一体性，让我对这个鞋款异常的着迷。当然啊，它也并不完美，偏宽的鞋楦、不够顶级的中底推进感，都是它能够去提升的地方。所以在今年年初，耐克为这一双鞋进行了全方面的加强，推出了这一双 GT Cut 3 Turbo。中底的板材更换成了碳板，鞋面的材料也进行了全方位的加强。在纸面参数上，它确实提升了，而且提升还不小。但是它的实战表现，我却觉得没有普通版来的那么惊艳。在外观上面，两个版本其实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配置上的差距着实不小。前叉的碳板强化后的鞋面，鞋垫也换成了具有一定厚度的 Zoom X。在配置全面提升的同时，重量也有着些许的上升。在相同42.5码的情况下 ，Turbo 版本会比普通版要重差不多30克左右，差不多在365克左右的一个样子。重量是确实重了一些，但是依旧属于轻质的范畴。在大地方面，它跟 GT Cut 3的普通版并没有任何的区别，抓地依旧非常出色，不管往任何一个方向移动都能有不错的抓地表现，并且对于灰尘的敏感度也不算太高。在有灰尘的场地上面，只要我们时不时用手去擦拭一下大地，就能得到够用的抓地力。但是耐磨真的不是特别出色，即使是在室内的木地板上面使用，也不算特别的耐用。如果你看重球鞋的耐磨表现，那不管是 GT Cut 3还是这一双 Turbo 版本，我都不是特别推荐，好吧？而 Turbo 和普通版本在中底以及鞋面这两个方面，虽然看上去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区别，但是在穿着体验方面，真的可以算得上是天差地别。在脚型适配方面就会不太一样，普通版本的 Cut 3大家也都知道，对于脚型的包容度是非常广的，不管什么脚型都能在这一双鞋身上得到出色的包裹。而 Turbo 版本的鞋楦明显会比普通版要稍微窄一点点，会更加适合正常脚型以及窄脚的兄弟去进行选择。如果你的脚型偏宽，那这个 Turbo 版本可能并不适合你，好吧？而穿过 Cut 3普通版本的兄弟们应该都知道它的足弓支撑会给的比较足，但是它的那一副比较厚的 EVA 鞋垫，在我们穿着一段时间之后，就会被我们踩下去，会跟我们的双脚有更好的贴合度，顶足弓的感觉也会随着磨合时间的上升而下降。但是这双 Turbo 版本却并不是这样的，它这一副 Zoom X 的鞋垫，在我将近10天左右的磨合之后，还是会有一点点轻微的顶足弓的感觉。我是正常足弓所以如果你是平足或者是足弓略微有一点点偏低，那这一双鞋我也不推荐你去购买，好吧 ？OK， 那看到这里大家应该都已经知道了自己的脚型究竟是不是能跟这一双鞋进行适配，对吧？那如果你可以适配它，那我们再聊聊这一双鞋的具体实战体验。GT Cut 3之所以优秀因为有2个原因。第一就是它无比丝滑的中底过渡，第二就是它炸裂无比的鞋脚一体性。而 GT Cut 3 Turbo 在这2个方面的表现都比不上普通版。Turbo 版本大家可能了解到的是它的中底把原来的 EVA 鞋垫换成了 Zoom X 的鞋垫，但是其实它更大的一个变化是它外部的 EVA 框架。 Turbo 版本的外部 EVA 框架，它的硬度有了明显的提升，其目的应该是为了避免跟普通版一样，因为后跟太软而导致它的驾驭门槛有所上升。脚踝力量不够出色的兄弟们可能没有办法很好的穿它去进行实战，但是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操作，导致了它中底过渡方面的明显下滑。之前的普通版，它内部的缓震材料与外部的 EVA 框架在硬度上能达到一个非常合适的平衡点，而这一双 Turbo 版本在内部进一步提升了脚感，用了 Zoom X 的鞋垫之后，内部的缓震材料硬度会比之前的普通版本要更加软一些，而外部的 EVA 框架又增加了一定的硬度。在上脚之后，你能明显感觉到它内外2种缓震材料的不平衡，一会儿软一会儿硬，非常的不和谐。并且在我们蓄力起跳的时候，当球鞋后跟接触到地面的时候，你也能明显感觉到这种外面硬里面软的这种不和谐的中底体验。虽然就那一刹那的感觉不是特别好，只要再往前过渡一点点，它的中底过渡又能变得异常的丝滑，并且在前叉碳板的加入之后，在我们最后起跳的那一下，
我们还能得到更为出色的力反馈，更为出色的推进感。但是不可否认的就是，它的中底过渡确实就是比不上普通版的，不管是正常的跑动还是蓄力起跳，都不如普通版本来的出色。当然正如我前面说的一样，在加入了前叉的碳板之后，中底的整一个推进的感觉确实会比普通版有了非常明显的提升。在发力蹬地的时候，能明显感觉到来自中底的推进感，能让我们的第一步更加的迅捷。但是因为这一次用的这一块碳板的硬度是明显比较高的，也就意味着它的驾驭门槛有了一定的上升。如果你没有较好的下肢力量，你可能没有办法很好的去驾驭它，好吧？而在鞋脚一体性方面，它同样也比不上普通版本来的出色。更高强度的鞋面，更小的延展性，拉紧鞋带之后，鞋面与双脚很难做到完美的贴合。虽然它的鞋楦确实是收窄了一些，但是在我这10天的磨合下来，它的鞋面依旧没有办法很好的贴合住我的双脚，尤其是鞋头处这些用了热熔材料加强的区域，完全没有任何的磨合空间。不像普通版本的鞋面一样，随着穿着时间的上升，鞋面与双脚的贴合度会越来越高，从而达到一种鞋脚合一的感觉。这种感觉在 Turbo 版本身上是完全体验不到的。而且因为中底用了前叉式的碳板，后跟处的鞋面也并没有在原有的基础上做出针对性的加厚，后跟处的这些印花也并不是那种可以增加后跟锁定的热熔点胶，再加上它这个略微有一点点偏滑的鞋带，穿它打球刚开始我们只要把鞋带拉得非常紧的时候，后跟锁定确实没有什么问题，确实还行，但是打着就会出现掉跟不跟脚的这一些情况，非常的难受。还有一点就是它这一个系带系统，虽然它前面的这几对系带系统都是用的动态鞋带孔，但是它用的就是我最不喜欢的那种条状式的动态鞋带孔，拉紧之后确实非常紧，但是包裹的感受非常生硬，拉太紧就会很容易出现双脚血液不流通，双脚发麻发酸的情况，体验感真的不是特别好，没有了那种之前普通版本身上那种苏菲的包裹感受，两者在包裹方面的差距确实还是挺大的。GT Cut 3 Turbo 这一双鞋确实它有着更好的配置，也能有更好的中底推进感以及整体强度，但是在跑跳体验以及整个鞋脚一体上，跟普通版的 GT Cut 3完全就不在一个档次上面。当然我的意思并不是说 Turbo 不好，而是这一双 Turbo 版本跟普通版本的 GT Cut 3，他们所针对的受众人群并不是同一批。如果你更加追求出色的跑跳体验，那 GT Cut 3的普通版一定会是你更好的一个选择。而如果你想要的是更为出色的中底弹射感，更加强力的中底反馈，那选择 Turbo 你可能会有更好的穿着体验。或者如果你觉得普通版本的 Cut 3在强度方面你是不太够用的，那 Turbo 应该也会更加适合你，好吧？ OK， 那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观看本期的样样球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还有点意思，欢迎大家在各大平台搜索样样球鞋找到我，记得要点击关注这会对我有非常大的帮助。好了，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大家有空来做 ，Peace。